双方父母见过了吗？当然见过。双方父母哦，我们父母彼此没有见过，但是我们都见过对方的父母。父母的评价，父母的没有，就是通知。对，我们是通知。我俩对于父母的状态就是通知。就是通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不好意思，我们两个谈恋爱了，然后准备永永远远的在一起，就是通知，没有不接受任何的反驳，不接受任何的反对，你们知道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跟父母说也没有那么大反应，说实话。对，还好，就刚开始有一点，后面没有什么反应，接受，必须接受。那我来讲还是你来讲？讲吧。啊，我先讲，你先讲，我先讲。有一天刷着视频了，看一小男孩挺好看的，然后就是给咱们当时就是给他发了个私信，给你发的什么忘了，反正给他发了。问在吗？啊，然后我只记得是他说了一句，他说我是惹谁了吗？好，这一块我来讲我的视角啊。我的视角就是我那天哦，对，你知道当时打开我的抖音私信，你知道当时你跟我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他们说什么吗？你好幽默。哎呀，不能听。我的视角就是我那天打开我的手机，然后呢，就看到有一个人头像非常的猛男啊，非常猛男。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在吗？然后我就点开，然后我点到他主页一看，全都是那种肌肉。我说是要找我办卡吗？还是我惹到谁了？因为真的很吓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而且我是一个 gay 达特别不灵敏的人，然后。我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兄弟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反正就是不知道那个时候。说到不知道干嘛，刘德凯不可能不知道干嘛。我加了他之后，我上来我就很直接，我说你直男还是 gay？ 他说直男。对啊，我当然要，因为我对你没有兴趣。当时，宝宝，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那时候不喜欢肌肉男。那你加我？加你玩玩？不是玩玩啊。后面突然有感情了，前面是没有的。没有，那个时候觉得咱们两个没有可能。你看起来像 Playboy， 像花花公子。你不像吗？当时我不像啊，我觉得我长了一张非常单纯的脸。我长了一张非常更像单纯的脸。我问了一些很就是让人脸红的话题了。他问我，我比较直接，我说他说你一天可以唱多少首歌？那是打电话那次，不是视频那次。OK， 你继续讲。打电话那次我在吃饭。哦，说到这个我才来气呢。还没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本来想问问底儿的，我以为他跟我讲的是实话。我打电话那天去吃饭，然后我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问他在干嘛，然后我聊到什么，我突然问他，我说你一天可以唱多少次？他说随便。多少次？我说随便唱。他随便唱。我说想唱就唱。哎呀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朋友现在不在，我当时我有几个朋友在我旁边，他们说我乐啥的，我说没事，我说特别好。结果在一起以后，上3次以后，不是我那个时候也以为他扯淡呢啊，家人们。他跟我说，他问我，你唱8首歌可以吗？我寻思8首歌就8首歌呗，那咋了？我说可以啊。结果人在一起真唱8首歌，谁受得了啊？你特别不真诚。我怎么真诚？我想问一下，我以为你在那扯淡呢，谁知道你问的是认真的。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我当时那天是要拍摄。啊，然后我是因为我以前咱们是个小模特，然后小 model， 然后我就拎着行李箱，我是直接刚下了高铁以后，直奔的那个工作室，直奔的那个拍摄场地。关注一下，因为我那个拍摄场地非常的远，感觉类似于在北京的某一个。我第一次见他，我去接他的时候，我说怎么给我带一村里来啊？郊区吧，郊区。因为他那个，因为北京工作室就是因为贵啊，很难找，就是全场地很贵。我还寻思，我当时我说实话，我当时接你的路上，我在想，我说不会是要干什么要干什么？你能不能不要老把别人想的那么那个？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当时化着很夸张的眼妆，然后我就戴着我的墨镜，我就出来了。我心想，谢谢睡觉，谢谢睡觉送兔兔，然后我就出来了。然后出来了以后呢，一辆大红色的跑车停在门口，然后呢，郝老师就从他的那个车上缓缓地走了下来。然后我记得那天我记得很清楚，他真的特别的可爱，就是长头发，然后呢穿着一身黑衣服，
特别娇羞，宝宝们，你们真的都不知道，韩老师真是特别娇羞。我知道你是装的，没有，是真的有点紧张。我说实话，他就是帮我拿箱子嘛，我那箱子又特别大，然后他谢谢关注整个就是你们知道吗？一气呵成，从那个驾驶上下来了以后，帮我拎上箱子，一眼都没有看我，一眼都没有看了，一眼都没有看，就是那种，哎呀，就第一面就一看就是那种，就是务实的男人啊。刘子凯不仅高冷，我觉得他特别，怎么说呢？特别的接地气，收放自如。上我车没聊2分钟吧，没聊两分钟的天，我那开高速一回头，睡着了，张上嘴，睡了。因为那天真的太累了，然后我拍了很多套衣服，他是不知道的，真的太累了。然后躺在那个车上，我就睡着了，然后睡着，我说宝宝，我不是没有那个时候没叫他宝宝，我说我有点想尿尿。对。上车睡完了要上厕所，上完厕所回家给他搬那个叫什么搬家，咋在一起的？因为我太直接了，我不是那种就是喜欢玩一些欲擒故纵的。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，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，我如果他又是一个很主动的人，就是我如果真的很喜欢，我就直接打直球，我就全问出来。对，他就是一个很主动的人，就我也不会去想他会不会喜欢我，他会不会拒绝，我就问，我就问。第一次做饭，刘德凯以为我不举，他以为我不举，我以为他赢我。你可以讲一讲。那次是因为我们异地恋了一段时间嘛，然后相当于我们1周的话，我们2个要来回飞4次，就是他来杭州找我2次，我回北京找他2次，然后呢，我就从杭州有一天飞回来了，然后就准备了，那就正好那天我带他去见我朋友，飞回来我就想着说，去见见你的朋友，因为他特别希望。那天我本来也想着是见完朋友喝完酒，正好回来就是咱们。不是那个时候不是在杭州，宝宝。对，北京。在北京。然后我当时是疫情第2阶段，我回来了一次没回城，然后我又回来了一次回北京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封，没有你们知道吧？然后我又回来了一次，第2次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就说你见见我的朋友吧，我说好吧，我说那就见一下吧，就见了一下他的朋友们。然后那天晚上喝了很多的8加1。我的原计划是因为我知道他根本不能喝，根本不存在灌不灌这一说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说少让他喝酒，我说我都不一定今天晚上喝多少的，我说他喝多了没人管，我说回头我再一倒下，你别指望刘德凯能把我扛回去，我说人家那小身板。然后我的原计划是跟刘德凯喝酒，见见我的朋友，然后我俩回家把该安排的事安排一下。结果你讲的。结果那天就是他大喝多，因为太高兴了。那天就是他可能，因为我说实话，他的每一个朋友都跟我说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郝玉迪有多喜欢你，怎么样，你一定要珍惜他。我说知道。然后我还说好没有，就是跟他们有就是对过任何的东西。我知道你很喜欢我。然后呢，就回家，我寻思那个时候已经喝的有点是一滩烂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能把我扛回去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我自己有走路吧，应该。有走路，但是我说实话，走的就是很不稳当。没有我的话，我感觉你会睡在大马路上那种感觉。我就心想着说，我说那个，要不然试一下，总得验验货吧。你有经过我的允许吗？聊了这么久，可以吧？你继续讲。我就是因为他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又说的特别那个，然后我说万一货不对版怎么办？我说验一下，验一下总可以吧？可以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在我还在梦乡的情况下，然后呢，就轻轻的拿掉了那个麦克风的那个麦克风罩啊，就是我轻轻的拿掉了我的裤子，拿掉了麦克风的那个罩，拿掉了，感觉是还可以的，就是挺活灵活现，挺不错的啊，挺不错的。我说那这样是可以的，那我们不如再验一下。你跟谁说呢？当时我跟我自己内心对话咋了？然后我就验一下吧。我在那儿，然后唱了半天。等一下，这个麦克风没声儿。我先说啊，不是麦克风没声儿，我就感觉我这个麦克风是不是进水了？我在那睡着，我说怎么感觉？就是我碰有点烫，有点反正就是你们懂吧？就是，然后我就说我也不行了，我说我起不来了，我也不管它是不是怎么样了，就先在那儿晾着吧，我就睡到第2天早上起来，
床是一个正方形的床，我该如何给你们形容呢？就这个样子的床吧，不是长方体的。刘子凯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一回头，他都没盖被子，我自己盖着呢。然后他离我巨远，我心里话我说，哎，我说怎么了？我说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然后我正想着呢，他咔着就把脸转过来说醒了。我说我说醒了。然后我明显感觉他特别不高兴，然后突然跟我说什么点外卖了、吃饭了，就那意思好像要走，要轰我走了。就是赶紧结束吧，要走了。对，我现在我说怎么了？我说咋了吗？不对吧？我说昨天晚上我是干嘛了？我说喝多了是干嘛惹事儿了还是咋了？直接我也很直接啊！我说你想了一晚上啊，到底是？我说你是不是淫威啊？哦对，然后我就直接什么淫威？我说你怎么从何而来这句话？我说我昨天晚上就是对着麦克风唱了半天，我说根本这麦克风出不了声。说实话，我当时他说完这句话，我突然心里一打颤，我说我咋了？我说不应该，然后我还在那儿有点不太感觉不太对，我说怎么能第一次就是这样呢？我当时心里然后我就回头跟他说，我说我不因为，他说哎呀没关系了，就你说什么我也忘了。没有，反正我就是安慰他嘛，我说没事儿，可以去男科看一看，这个都是可以治好的。然后我当时心里真的就是这个表情。我说都是可以治好的，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复杂啊。现在就是科技很。然后他说这话的途中还跟我加了点别的只言片语的，就那意思就是说，要不今天就这样吃个饭，咱们你去忙点什么，我还有事儿。我说我可能要出门了。然后呢，他说你觉得我淫威是吧？行。然后那个就是第一次炒菜了。直接把他那个第一次排练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有点直接了，就是有点被羞辱了。我说不可能，哎呦，我真的感觉那天他在发泄。我说绝对不可能，我说我这个弦儿就崩了。他那个敲鼓敲的呀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正常敲鼓可能是，他那天是真的敲碎了，那种感觉，就是感觉是带着一股就是不羁的那个倔强气息，在打那个架子鼓，很恐怖的。